三伏天的夜晚，巷口的水泥桥，也就是杨桥上，躺满了人。杨桥实在是夏夜最好的去处。天井里没有风，巷子里没有风，但是桥上有。风行水上，哪一个庄稼人不懂得这个？风很小，只有一丝一缕，可那毕竟是风，反而加倍的珍贵。从身上划过的时候，分外凉爽，几乎就是一次小小的惊喜。来到杨桥上的大多是孩子，还有年轻人，十分的拥挤。杨桥其实很窄，只有3块预制板那么宽，躺上人，桥面上其实就塞满了。不过不要紧，不影响行人。纳凉的人通通把脑袋靠在一边，另一边都是腿。腿与腿之间反正是有空隙的，行走的人小心一点跨过去就是了，一点也不影响行走。人们躺在桥面上，一边供蚊子咬，一边说说话，再不就是仰望着星空。三伏天里的星空真是太好看了，夜空分外的晴朗，每一颗星斗都像棉花那样硕大，那样蓬松，一副憨样子，静悄悄地在天上风。星空广阔无垠，简直就是丰收的棉花地。还有流星，它们把夜空突然照亮了，像一把刀，在黑布上划开了一道雪亮的口子。流星飞远了，这就是说，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。每一颗流星都是一个故事，是一个死亡的故事。然而，因为死亡离自己太远，与悲伤无关了，成了瞬间的风景。不能不说的则是银河。银河真的就是天上的一条河，它由密密麻麻的星星积累起来，一颗星就是一滴水。星光浩瀚，波光粼粼，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条河，静悄悄地流淌着银光。银河是庄稼人的时钟，不同的是，它是一座大时钟，报告的不再是一天的24个小时，而是一年的4季。银河是一对巨大的指针，如果正对着南北，那就是秋收了；挂角斜过来呢，那一定是中秋，该是吃菱角的时候了。而银河一旦正对着东西，冬天就要来到了。这个连孩子们都懂，他们这样唱道：银河南北，收拾仓屋；银河挂角，鸡头菱角；银河东西，收拾棉衣。银河在天上，无限的遥远，其实也不远，就在鼻子的上面。如果你的手向上伸一下，再伸一下，再伸一下，也许就能摸到了。至少看起来是这样。银河安安静静地躺在天上，人们安安静静地躺在桥上。王家庄的夏夜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格局。其实三伏天的夜间并不安静，反而比白天喧闹多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稻田里的那些青蛙们，天一黑，青蛙就鼓噪起来，毕竟有些远，澎湃却渺茫。然而青蛙实在太多了，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，它们拥挤，没心没肺，就会拼了命的喊叫，仿佛热热闹闹，其实还是寂寞。它们的叫声汇聚在一起，有了开阔的纵深，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又朝四面八方传递而去。三伏天的夏夜正是这样，天上的星星在热闹，地上的青蛙也在热闹，而村子里反倒安静了，称得上枯寂。每个人的身影都黑咕隆咚的，像一口井，每一口井都有自己的吊桶，上或者下，深不见底。
那些老人和妇女们大多不愿意到洋桥上去，他们更愿意守护在家门口的巷子里，这里更自在。尤其是妇女们，只要生过孩子，他们会待在漆黑的巷子里，像男人一样光起了背脊。他们把自己的上身脱光了，光着胸脯，端坐在黑暗里头，手里拿着芭蕉扇，一边扇一边拍蚊子，嘴里还嚼着舌头。他们的子挂在胸前，十分秘密地跟随着扇子左摇右荡。他们戏称自己是卖茄子的，小本的生意一共只有2个，也没人买，所以天天卖。三丫的母亲孔素贞也是这样，每天晚上坐在天井里卖茄子。孔素贞是一口特别的井，水格外的深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这口井里有2只桶，第一是他的儿子红旗，一大把的岁数了，至今还讨不到老婆；第二只是一个闺女三丫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婆家。这2只桶每天就悬在孔素贞的心里，不是他上去就是你下来。哎，闹心了。对红旗，孔素贞基本上是死心了，脑子少零件，都这个岁数了，还跟在佩拳的屁股后头鬼混。不说他了，指望不上的。三丫则不一样，三丫是孔素贞心头的肉，孔素贞所有的牵挂都在她的身上了。三丫近来的举止有些怪，再也不到洋桥上去了，每天天一黑就进屋了，上床了。孔素贞毕竟是过来的人，有数得很，这丫头骚了，发情了，一定是看上什么人了。这是素贞最为担心的时刻。素贞摇着扇子，想起了自己年轻的光景。孔素贞年轻的时候倒是享过几天的福，生在一个本分勤快的人家，家底子殷实，有10几亩的水田。素贞的父母是那种能吃苦又节俭的庄稼人，吃穿上头一直都不犯愁，每一年都有所盈余。哪知道一解放，家里的那10几亩水田要了他们家的命，等划过阶级，坏事了，是地主。素贞还好，心里头有佛，想得开，反正这个岁数了，年轻时到底过几年好日子也不亏。难就难在儿女，他们吃过什么，穿过什么，什么也没有，都是自己前世的孽。孔素贞没有做过孽，但她过完的好日子就是孽。别人冬天没有棉鞋，她有；别人不识字，她认得3字经，还背过几10首唐诗和宋词，这些都是孽。是孽就必有报应，万万没有料到报应到自己的骨肉上去了。这是孔素贞最揪心的地方，满脑子都是血。现如今儿女大了，得娶吧，得嫁吧，困难了。说起来，三丫是不用愁的，一个丫头家横竖嫁得出去，更何况三丫有这般的模样。其实最难的恰恰是这个丫头。依照孔素贞的意思，原打算用三丫给红旗换一门亲的，在施家桥都说好了，三丫却不答应，她看不上。三丫什么都不说，一双好看的眼睛就盯着天井里的那口井，意思都在那儿。素贞看见了，心都凉了，直发毛，狠不下心来了。素贞心一软，退回去了。这一退不要紧，2个人的大事到现在都没有着落。要是细说起来，倒不是偏心，素贞真心喜欢的还是自己的丫头。丫头像自己，红旗傻一点丑一点都不让孔素贞伤心。孔素贞伤心就伤心在儿子的身上，永远也脱不了一副下作的奴才相，贱，一点血性都没有，既不像妈又不像爸，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。
三丫呢，反过来了，血性又嫌旺了一点，心气又嫌高了一点，这一点都随她这个当妈的。当年的孔素贞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主，她的父母给她说过一回亲，在中堡镇上一个柳姓的裁缝家，素贞死活不依，就是喜欢长工的儿子王大贵，最终还是下嫁了。知女莫如母，素贞是知道的，三丫这孩子和自己一个样，不是什么样的男将都可以随便将就，看不上眼就岔不开腿。要是那时候无所谓了，当妈的由着你，可三丫你现在能犟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三丫的裤裆不香啊！利用歇下的光景，三丫向她的妈妈要了几块钱，扯了一块十分便宜的洋布，水红的底子，蝴蝶花瓣的花色，替自己缝了一件花褂子。虽说是便宜货，到底是新的鲜褂，三丫的针线又好，上了身很得体，还是称心如意了。三丫穿上花褂子，一天里头在村子里头转悠了好几个圈，其实也不是献宝，而是有他的小九九，想碰见端方，想让端方看一眼。三丫拿针线的时候给自己下了一个赌注，要是新褂子上身的时候一出门遇上端方了，就算有了盼头，遇不上那就不好了。三丫没有如愿，一开头就不顺遂，其实是爱不上的，可女孩子家到了这样的岁数，总难免有一些怪异的念头，神神叨叨的了。三丫没有碰到端方，十分的挫败。要是细说起来，三丫喜欢上端方的时间并不长，就是在麦收的时候，端方勤力壮实，一点都不怕苦，不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，一下地就给了王家庄的姑娘们一个别样的印象。其实三丫并没有动过端方的心思，三丫很知趣，以她自己这样的条件，对于条件太好的小伙子，三丫是不敢的，哪里能轮到他呢？可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越是不敢，就越是会撞上。那一天，三丫正站在跳板上，往水泥船上装麦把，端方挑着麦把过来了。端方的身子沉，脚重，一脚下去，跳板就晃荡起来。三丫没留神，差一点被跳板颠到水里去。端方一把揪住了三丫的胳膊，这才站稳了。三丫在回头的时候看见了端方的笑，他笑得太特别了，事后想起来只能用干净去形容。端方笑得真是干净，和好看不好看没有关系，就是干净。三丫喜欢。端方一把拉住三丫的胳膊，说：“对不起了，三丫。”三丫在王家庄这么多年了，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对不起。这样的言谈举止也透着一股子干净，三丫喜欢。对不起，就3个字，太动人了，简直具有催人泪下的魔力。三丫的眼珠子到处躲，再也不敢看端方，最后却鬼使神差，一双眼睛落在了端方的胸脯上。端方胸脯上的2大块肌肉鼓在那儿，十分的对称，方方的，紧绷绷的。三丫的目光就那么不知羞耻的落在端方赤裸的胸前，失神了，吃了，下巴也失去了力量，心口突然被划开了一道口子，有一样东西流淌过去了，很晕。到底是丫头家，三丫知道自己出事了，是大事，一回家就哭了一夜。哭完了，三丫的自觉性和自制力还是占得了上风，她是不配的。端方刚刚毕业，还有无尽的前景在等着人家，不能用自己的成分去拖住人家，无论心里头冒出什么芽来，三丫都要把它掐了。三丫有三丫的办法，
每天拼了命的干活，只要还有一丝力气，三丫都把它耗在麦田里，然后拖着自己的尸体回家。这样就好多了。而到了干活的时候，三丫总是离端方远一点。可这样做，三丫又有几分的不甘心。那就在沈翠珍的身边吧。在沈翠珍需要帮手的时候，三丫就悄悄跟上去帮一把，等于是给沈翠珍做下手了。沈翠珍偶尔和别人开玩笑，三丫在言语上也要帮上两句腔，但是不过分，不能过分。以三丫的身份，她是不能过分的。沈翠珍不知道三丫的心思有多深，对三丫她是喜欢了。女人一旦到了沈翠珍这个岁数，看得顺眼的姑娘其实不多了，但三丫是一个例外。这丫头懂事，手脚又不懒，是一个周正的姑娘。沈翠珍有时候想，这孩子怎么就生在孔素珍家里的呢？不过细一想也对，人呐就这样，不管你有多称心，总有一只手要拽着你，得把你拉回来，要不然人人都在天上飞，那还了得。回过头来看看，麦收的时候反倒是一段快乐的时光，现在歇下来了，三丫不好了，很不好，每天都想哭，又哭不出来，就是堵不住自己的心思，人都蔫了，没着落。但是扯完了花布，从中宝镇一回来，三丫好了，手里头有了针线，三丫安定了，踏实了。三丫一针一线的，不再是为自己，而是在替端方拿针线了。这么一想，三丫把自己吓了一大跳，心里头对自己说，你这个人呐，疯野的很，鲁莽的很，这都是哪儿对哪儿？你呀，也蛮贱的呢。这样骂完了自己，三丫高兴起来，一颗心像风一样，一点也不着边际，信马由缰了。虽说还没有和端方好好的说过一顿话，可三丫的这一头对端方的用情却已经很深了，不停的走神，平白无故的酸甜苦辣，很伤，人也瘦了，反而好看了。花褂子终于上身了，三丫却没有遇见端方，白忙了。不好的兆头涌向了三丫，三丫的委屈说不出，没法说。到了晚上，三丫到底不死心，又出去走了一圈。这一回倒是碰上端方了，他听见端方从混世魔王的那头走了过来，他听得出端方的脚步声，那是与众不同的。三丫突然就是一阵怕，紧张的透不过气来。他立住脚，大声说，是端方吧？吃过了？端方很客气地说，是三丫呀，吃过了，你呢？三丫说，吃过了。端方并没有停下来，走过去了。三丫站在原来的地方，悄悄拽了拽花褂子的下摆，突然明白过来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哪里还有什么花褂子，无非就是一块黑布。端方什么也没有看得见。三丫回到家，脱下花褂子叠好了，放在枕头的下面，放下蚊帐，躺下了。身子在出汗，一身的汗。热归热，其实也是凉了。一般说来，端方不到水泥桥上去，原因很简单，他的两个弟弟端正和网子都在桥上，端方不想和他们掺和。年龄的差距是一个方面，却还不是最主要的。这里头有这样一个区别，端方和端正是同父同母的兄弟，网子呢，同母异父，不一样了。从骨子里说，端方当然要对端正亲一点，而王存良和沈翠珍则对网子更好一些，这也是该派的。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，
网子不论有怎样的祸水，网一收就提上来了。从外面看，这个家是一个家，暗地里其实还是两个家。平安无事的时候，一切都山清水秀，一旦生了事，枝枝杈杈的就出来了。端正和网子毕竟小，哪里能明白这一层，自己玩还玩不过来呢。两个人动不动就要吵，就要打，就要闹，有时候一顿饭就能闹上好几回。其实都是无心的，但是大人一插话，那就是有心的了，有了复杂的歧义。一句话不留意就生出了是非，所以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端方反而会护着网子，没头没脑地呵斥自己的亲弟弟，而红粉则要反过来瞧模瞧样的护一护端正。谁都知道这是假的，但是人就是这样，不能太实诚，太实诚就傻了。有一次，端正在饭桌上对网子动了手，一把把网子的饭碗打在了地上。没等继父说话，端方骂了一声狗日的东西，一巴掌把端正推开了，不让他吃，饿他。后来还是红粉出了面，打了圆场，给端正送去了一碗红薯饭。母亲不高兴了，第二天的上午，她专门找了一个空隙，关照端方说，自己的亲弟弟打几下不要紧，不能骂狗日的。端方知道了，狗日的是母亲的忌讳，等于骂了自己的亲爹，不能够。端方闷了半天，说知道了。这又给了端方一个小小的教训，他们小弟兄两个人的事，少过问总是好的，越问事情越多。可是有些事情你躲不过去，该来的他还是要来。傍晚的前后，端方正躺在家里看连环画，网子从外头回来了，一回来就吓了端方一大跳。网子全身都是水，神态极度的慌张，异常了。网子站在端方的身边，一句话不说，下巴那一块不停地抖，牙齿都数起了快板。端方看了半天，说怎么了？网子说死人了。端方说谁死了？端正呢？网子说不是端正，是大棒子。端方松了一口气。大棒子端方认识，是沛全的侄子，大前天的下午还和网子在天井里玩弄老鼠夹，不小心夹了手，哭着回去的，很敦实的一个小子。端方说怎么死的？网子说淹死的。端方说尸首呢？网子说不知道，没上来。端方说是你喊他下河的，还是他喊你下河的？网子不说话了。端方说说。网子还是不说。端方挺出手指头，厉声说说。网子说是我喊他的。端方不说话了。端方坐下来，突然伸出手捏住了网子的耳朵往上拉。端方说从现在开始，除了我，对谁都不许说话，谁都不许说，听见没有？网子歪着脑袋吊着，不能点头，说听见了。端方放下网子的耳朵，网子的耳朵上立即就是2个紫色的指印。端方对着网子的耳朵关照了几句，最后说家里头待着，出去一步我打断你的腿，听见没？网子说听见了。大棒子的尸体是被渔网捞上来的，河边上站满了王家庄的人，连树枝上都是，院墙上都是。王家庄的人差不多全部出动了，大棒子一捞上来，他的母亲就倒下去了，怎么喊都喊不醒。沛全抱着大棒子，大棒子软软的，胳膊和腿都挂下来了。榆木疙瘩是大棒子的爹，他从沛全的手上接过自己的骨肉，抖动他的儿子，喊他的儿子，声音和模样都不像人。这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，
残阳如血。黑压压的人群一起闭起了嘴巴。佩泉突然想起来了，他问孩子们：大棒子和谁一起玩的？答案立即就出来了，是网子他们几个。佩泉走到榆木疙瘩的旁边，对叔父耳语了一些什么，随即从叔父的怀里接过尸体，出发了。河边上的人群挪动起来，他们跟在榆木疙瘩与佩泉的身后，浩浩荡荡涌向了端方的家门口。红粉刚刚放工，也挤在人群中，没走几步，预感到了什么，他冲出队伍，绕了一个弯，抢先回到了家。父母都在，端方在，端正也在，家里没有一点人气。王存良蹲在猪圈旁边，闷了头吸烟。红粉只看了一眼，不好的预感就得到了证实，转过身子就关门，然后靠在门后大口大口地喘息。端方走过来，一言不发，把红粉拉开了，重新打开天井的大门。端方把扁担、鞭子、锄头和钉耙放在顺手的地方，说：我不动，你们一个都不要动。这句话是说给王存良的。话音刚落，不远处的拐角就传来了骇人的脚步声。端方第一眼看见的不是黑压压的人群，而是大棒子。大棒子躺在佩泉的怀里，还是湿的，胳膊和腿都在晃。端方的心突然被一只手揪住了，拎了起来。端方愣了片刻，跨上去一步，满脸都是狐疑的表情，不解地问：怎么回事？佩泉高声说：网子呢？端方说：在家。怎么回事？佩泉说：怎么回事？死人了，是网子喊他下河的。端方堵在门口，大声吼道：网子，网子！网子出来了，看见天井的大门已经被堵死了，不敢动。端方喊了一声：过来！网子走了过来，端方抡起他的大巴掌，当着所有的人，当然包括王存良和沈翠珍，乖了网子一个大嘴巴。端方的出手极重，网子直退，一直退到天井的正中央，等于给打回去了。端方大声说：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喊人家大棒子下河的？网子捂着脸没哭，说：不是。端方说：你大声点。网子就大声说了：不是。端方说：是谁喊的？网子说：谁也没喊，都是自己下去的，你去问大棒子。网子的话所有人都听见了，没有人敢在这样的时候出面作证，除了问大棒子。端方回过头看着佩泉说：佩泉，你都听见了？佩泉起先只是伤心，这一刻满腔的怒火已经冲上来了，一直烧到了头顶。佩泉把大棒子的尸体交到榆木疙瘩的手上，大骂了一声，抬起脚来就要往天井里冲。端方一把拉住佩泉的手腕，用足了力气拦住了。红粉走了上来，尖声对佩泉叫道：干什么？网子是我的亲弟弟，你冲我来！端方侧过脑袋挡住红粉，呵斥说：没你的事，走开！端方回头对佩泉说：谁都跑不掉，佩泉，我们就在这里说。榆木疙瘩看了一眼网子，又看了一眼大棒子。网子是活的，而他的儿子已经什么都不是了，越发的伤心绝望了。突然闷了脑袋转过来，嘴里面喊道：狗日的网子，你来抵命！端方挤上来一步，用脚把门关了，一条腿却卡住榆木疙瘩。端方说：大叔，这科你说谁不伤心？要抵命，事情弄清楚了，有我。
榆木疙瘩说：“是网子喊他们下河的。”端方说：“大叔，人命关天，这句话可不能乱说。有谁看见了？”榆木疙瘩被端方问住了，不会说话了，光会抖。佩拳知道自己斗嘴斗不过他，挣开端方的手，怒火中烧，对着端方的脸就是一拳。端方晃了一下，闭上一只眼睛，另一只眼睛却睁得格外圆，鼻孔里的2条血热腾腾地冲了下来。端方没有还手，这样的时候端方是不会还手的。面前围着这么多的人，总得让人家看点什么。人就是这样，首先要有东西看，看完了他们就成了最后的裁判，而这个裁判向来都是向着吃亏的一方的。端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些裁判，还有佩拳的打，被打得越惨，裁判就越是会向着他，这是统战的机会，不能失去。佩拳看了端方一眼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。人群里发出了叫声，骚动起来了，呼啸着向外面退，让开了一块空地。这块空地是让给端方和佩拳的，要他们在这里决战。当然了，大陆和国乐还有红旗站在最里面的那一层，他们首先要把所有的闲人挡在外面。如果端方吃亏了，他们就不动。反过来说，万一佩拳招架不住，他们就要上去，一人抱住端方的腰，一人抓住端方的左手，一人抓住端方的右手，嘴里说别打了别打了，端方就再也别想动了。这时候天井的大门又打开了，红粉冲到端方的身后，说不出话来，脚尖一颠一颠的，不停地撸袖子。端方回头踹了红粉一脚，瞪起眼睛，第一次认认真真对红粉虎下了脸来。端方大声骂道：“滚一边去，男人说话没你的事。”端方掉过头来对佩拳说：“佩拳，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，你打。”端方扒掉上衣，佩拳又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只是一刻，脸上和胸前都红成了一片，血淋淋的，一张脸也变形了。佩拳看着端方血红的身子，下不去手了，不好再打了，关键是不敢了。佩拳对榆木疙瘩说：“叔叔，把大棒子放到他们家的堂屋里去。”这是最厉害的一招，端方害怕的正是这个。佩拳到底还是把这句话说出口了。有一点端方是清楚的，依照乡下人的规矩，尸体一旦放进了堂屋，那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。榆木疙瘩抱着大棒子的尸体直往门口挤，一心要把大棒子的尸体送进去，但毕竟伤心过度，早已是力不从心。端方伸开2条胳膊，死死地撑在门口。榆木疙瘩挤不动，只是贴在端方的身上。这时候，人群的外围传过来一声嚎叫：“大棒子的妈来了！”密密匝匝的人群十分自觉地让开了一条缝隙。大棒子妈直接扑到端方的跟前，端方喊了一声：“大妈！”大棒子的妈已经把眼泪鼻涕抹到了端方的身上，在端方的身上拍得噼噼啪啪，反倒弄得一手的血，到处都是血。大棒子的妈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只是跳，披头散发的跳，呼天抢地。端方撑住门，望着大棒子的妈，不敢看她的眼睛，心如刀绞，眼眶子一热，眼泪下来了，嘴里不停地喊大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大棒子的妈只跳了几下，又倒下去了，躺在地上，嘴巴一张一张，只有进气没有出气。端方想去扶她，但是2手撑在门上，不敢松手。
大棒子妈的到来把事态推向了顶端，某种意义上说控制住了，把事态局限在悲伤的境地上。人群安静下来了，到了这个光景，人们才明白过来，最火爆的打闹已经告一段落，人们唏嘘不已，一起流泪了，想起了大棒子活蹦乱跳的样子。天慢慢的黑了，双方僵持在端方家的门口，谁也没有后撤的意思。天越来越黑，满天都有了星光。人群慢慢的散去，群情激愤的场面淡下来了。王存良和沈翠珍一直都没敢出面，他们是知情的，伤心而又愧疚。多亏了端方在门口撑住，要不然尸体进了门，他们又能做什么？也不能把网子打死。天已经黑透了，王存良和沈翠珍几次要出面，都被端方用脚后跟踹了回来。端方今天把家里的人都打了，算是六亲不认了。沈翠珍疼在身上，心里头反而有数了。端方是他们家的一道墙，只要有这堵墙堵在门口，什么也进不来的。可转一想，想到了大棒子，想到了大棒子的娘，越发伤心了，用尽了力气在天井里嚎啕。沈翠珍还是要出面，端方不让，不管母亲在他的后背上怎么捶怎么掐，端方不松手。沈翠珍急了，说：端方再不松，你妈就撞死。端方仔细看了一眼门口，佩全他们黑咕隆咚的全部坐在地上，想必他们也没有力气了。端方松开了，沈翠珍拿着被面找到了躺在地上的大棒子，一边嚎哭，一边替大棒子裹上。这一来，大棒子的妈又被撩起来了，两个女人的啼哭传遍了王家庄的每一个角落。大棒子妈一把揪住了沈翠珍的头发，终于没了力气，滑下来了。端方喊过红粉，小声让他把家里的鸡蛋全部拿出来，放在篮子里。端方提着篮子走下来了，他把篮子放在佩全的脚边，从地上抱起大棒子，对榆木疙瘩说：大叔，先让大棒子回家吧。大棒子躺在了自家的堂屋里，头对着大门，平放在门板上，脑袋旁边放着两盏长明灯。端方站在大棒子的身边，长明灯的灯光自下而上，照亮了端方的脸。端方的脸被佩拳打得不轻，全部肿胀起来了，眼眶子鼓得老高，既不像端方，也不像别人，几乎不像人。而身上的血块早就结成块了，又被汗水泡开了，一小块一小块的粘在胸前，看着都让人害怕。屋子里挤的全是闲人，十分的闷热，傲躁得很。而门口也被人堵死了，屋子里不透风，实在透不过气来。端方望着门板上的大棒子，已经用被面子裹得严实了，只露出了一张脸。大棒子平时看起来不高，现在躺下了，差不多也是个大人了。可是孩子就这么没了。端方望着大棒子的脸，突然就是一阵难过，想抽自己的耳光。端方在心里说：大棒子，哥哥不是东西，哥哥对不住你了。心里头正翻腾，胳膊被人捅了一下，是三丫。三丫给端方递上了一块毛巾，端方接过来把上身擦了。三丫又递上了一件褂子，看起来是三丫特地替他回家拿的。端方的心思不在这里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夜已经很深了，
所有的闲人都走光了，榆木疙瘩、大棒子妈、大棒子的弟弟、妹妹、佩全、端方、端方的父母，枯坐在堂屋的四周，中间躺着什么都不是的大棒子。除了大棒子的母亲有一搭没一搭的哭，再也没有一点动静。想来大棒子的母亲也哭不动了。没有人说话，长明灯亮着，所有的眼睛都望着长明灯，视而不见，散了光，忧郁而又木讷，就这么干坐着，不吃不喝，光出汗。端方想，看来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静了，人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静，想来不会再有什么举动了。天亮了，伴随着天亮，佩全突然来了精神，他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一定要网子过来给大棒子磕头，要不然不下葬。端方其实也没力气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可佩全刚刚开口，端方的脑子一个机灵，清醒过来了。端方说不行。端方说的一点都不含糊，不行，除非有人出面作证，是网子把大棒子喊下河的。僵局再一次出现了，佩全坚持，端方不让。端方是不会让的，即使佩全用他的菜刀对着他的脑袋劈过来，端方也不会让。这一步要是让下来，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，关键是等于认了，这就留下了后患。端方不能。三伏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僵持到下午，大棒子的身上已经飘散出很不好的气味了。气味越来越重，实在令人揪心。端方咬着下嘴唇，咬得很紧，没有任何松口的意思。端方在等，他在等待裁判，裁判一定会出现的，这个用不着担心，端方有底。转眼又到了傍晚，裁判终于出现了，是4、5个德高望重的老人。他们来到了大棒子家的天井，反过来劝大棒子的爹，劝大棒子的妈。天太热，不能再拖了，可怜可怜孩子吧，不能再拖了。大棒子妈在听，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，但是她侧着脸在听。大棒子的妈很长的吸了一口气，用她最后的力气发出了一声嚎啕。这一声无比的凄凉，真的是撕心裂肺。所有的人都哭了，端方、德高望重的老人都哭了。端方流着泪，知道了事情了结了，彻底了结了。他叫过了母亲，让他回去搬运木料，他要送大棒子一口棺材。母亲快到门口的时候，端方叫住母亲，让她再从鸡窝里捉2只下蛋的老母鸡来。母亲照办了。木料和2只芦花鸡刚刚进了大棒子家的大门，大棒子的妈就软了。端方喊来了木匠，又一个残阳如血。王家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斧头的敲击声，斧头的敲击声巨大而又沉闷，丧心病狂。晚饭之前，端方从乱葬岗回来，天色已是将黑，天井刚刚扫过，洒上水了，是那种大乱之后的齐整，十分清爽。桌凳放在天井的正中央，是晚饭前的光景。王存良失神地坐在那儿。端方走进厨房，母亲正在锅灶的旁边，往牛头盆里头舀粥，怔怔地看着儿子的脸。端方什么都没说，拿起葫芦瓢，在水缸里舀了一瓢水，一口气灌进了喉咙。喝完水，端方回到天井，
差不多虚脱了，再也挣不出一点力气。端方没有走到桌边，而是靠着厨房的墙滑下去了，一屁股坐在了墙角。王存良走到端方的身边，蹲下来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却掏出了香烟，不是烟锅，是纸烟，丰收牌的，9分钱一盒。存良拆了烟盒的封，抽出一根，叼上了，又抽出一根，放在地上，就放在端方的2只脚中间。端方望着地上的纸烟，停了片刻，接过继父手上的洋火，给继父点上了，自己也点上了。这是端方有生以来的第1支香烟，吸得太猛，呛住了。父子2个都点上了烟，再也没有说什么，就在墙角一口一口地吸。网子一直躲在屋子里，竖着耳朵听天井里的动静，听了半天，安稳了，壮着胆子走出了堂屋。王存良望着他的亲儿子，突然吼叫了一声：“跪下！”网子不是自己跪下的，而是被爹爹的那一声吼叫吓得跪下的。网子跪在天井里，瞪着眼睛，无助地望着他的母亲。母亲正站在厨房的门框里面，神情木讷，也不敢动。王存良盯着网子，越看越替大棒子伤心，越看越为自己的儿子生气，突然站起来了，要动手。王存良从来没有碰这个小儿子1巴掌，舍不得。今天他要动手，今天他要给他来一点家法。网子颤抖了，母亲也颤抖了。端方望着手里的香烟，说话了，说：“爹，不要打他。”王存良停住了，回头瞅了一眼端方。端方的眼睛肿得只剩下最后的一道缝隙。端方说：“不要打他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然而在这个家里第1次具备了终止事态的控制力。端方对网子说：“起来。”网子看了看他的父亲，又看了看他的大哥，不知道该听谁的，不敢动。王存良瞪起了眼睛，高声说：“个小畜生，哥叫你起来还不起来！”网子起来了，一个人悄悄走进了厨房，站在了母亲的身后。母亲端上牛头盆，来到了天井，顺眼看了一眼墙角的父子。沈翠珍注意到端方夹着烟，却没有吸，脑袋枕在墙上，嘴巴张得老大，已经睡着了。王存良把端方手里的半截子香烟取了下来，在地上掐掉，叹了一口气，小声说：“龙生龙，凤生凤。”沈翠珍听见了，懂他的意思了，心口一热，要哭，手里晃了一下，被稀饭烫着了。沈翠珍放下牛头盆，把大拇指头送到了嘴里，说：“吃晚饭了。”王存良弓了腰，拍拍端方的膝盖，说：“吃晚饭了，吃了再睡。”